这是可以让人瞬间变强的外星药水，只要把它注入人类的身体，就能够激发出隐藏在基因里的原始兽性。一眨眼的功夫，这两个男人就变成了高大威猛的野兽。看着眼前的杰作，一个邪恶的计划在施莱德心中萌芽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因为坐了一回牢，竟然得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就在3个月前，黑帮头目施莱德被4只大乌龟打败，关进了监狱。今天是转移的日子，守卫的警察个个全副武装，丝毫不敢掉以轻心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施莱德的手下肯定会来劫狱。神龟4兄弟也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四龟立即驾驶雷霆战车，一路疾驰赶去支援狱警。此时负责运送施莱德的警察奎恩正训斥着囚车里的犯人，突然他的神情逐渐凝重起来，因为囚车后面跟上来许多摩托车。虽然他们已经提前做好了防范措施，但是面对全副武装的劫匪，还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随着几声爆炸，6辆装甲车接二连三的上了天。奎恩驾驶囚车不敢停留，他冲出火海后继续前行。这时劫匪从后面追了上来，他们爬上囚车开始切割车顶。好在忍者神龟们终于赶到了，他们甩出武士刀，把逃出囚车的施莱德打了下来。眼看他准备跳上飞机，这时老四钻出战车，将捕捉网瞄准了他。施莱德手下的科学家看到原计划即将失败，于是便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。随着传送坐标设定完毕，施莱德就这样在众人面前凭空消失了。尽管这件外星装置十分好用，但是科学家并不知道传送的目的地在哪里。伴随着传送门的打开，施莱德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个粉红色的大脑袋操纵着机甲把他拎了起来。大反派朗格解释道，他当年把传送装置送到了地球，在进入大气层时分成了3块，第1块在科学家的手里，第2块在纽约博物馆，第3块落进了巴西雨林。只要组装到一起，就可以把他的宇宙堡垒传送过来。2个大坏蛋一拍即合，施莱德想办法找到传送装置，而朗格则帮他解决忍者神龟。离开之前，朗格还拿出一瓶紫色药剂，因为用这玩意儿对付忍者神龟们，那就是瓮中捉龟，事半功倍。回到地球后，施莱德找到科学家，让他合成出变形药剂，随后转身射向跟他一块越狱出来的2个草包，因为这样低智商的人更容易控制。整个变身过程全被阿珍看在了眼里，他捡起掉在地上的药瓶，并趁机抢走了剩下的变形药水。不过在回去的路上，阿珍被2个忍者拦截，最终药水落到了警方的手中。与此同时，施莱德已经找到了第2个传送装置的碎片，2只兽人一起全力撞了过去，也丝毫无法撼动它。没想到这玩意儿竟然这么坚硬，看着装置上流动的光纹，施莱德找到了启动开关，随后外壳变形展开，第2块传送碎片露了出来。现在施莱德手里已经有2个配件，只要再找到最后一个，就可以召唤宇宙堡垒统治地球了。与此同时，老三在研究阿珍带回来的药剂时，发现这种变异药水居然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像人类。对于一直被当成怪物的几个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好消息。可老大莱昂纳多知道后，却警告他们不要过分在意外表，因为隐藏在黑暗里维护正义才是他们的生存方式。性格火爆的老二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，非得变成人类才行。于是他拉上老四，准备去警局拿回剩下的药水。当几人到达目的地后，才发现施莱德的手下已经抢先一步赶到。虽然双龟联手轻松解决了忍者，但警察也闻声赶到，忍者神龟彻底暴露在了人类面前。见此情形，他们不断的解释自己是好人，但警察却不想听王八念经，直接举枪瞄准了他们。关键时刻，阿珍和奎恩挡在警察面前，才终于掩护忍者神龟安全离开。与此同时，牛头猪面已经抵达热带雨林，找到了第3块传送碎片。当然，神龟们也追踪到了他们的信号，准备从空中进行拦截。对于从未离开过地面的物种，乌龟跳伞实属罕见。经过默契的配合，他们成功登上了敌人的飞机，只是这姿势略显狼狈了些。当然，反派们也早有防备，在解决掉几个小卡拉咪后，牛头猪面也现身了。这2个家伙虽然脑子不太灵光，但力气却大得惊人。牛头爬上坦克，直接架起机枪瞄准了他们。不过疯狂的扫射并没有能够命中，反而削掉了半个飞机头，场面瞬间失控，飞机径直落向了地面，最终一头扎进了水里。战场来到水面，按理说水战应该是乌龟的拿手好戏，但牛头猪面有重武器在手，很快就夺走了第3块传送碎片。现在3个配件全部集齐，传送门马上就要打开了。只见一个粉红色的大脑钻出机甲，启动了传送装置，地球瞬间出现一道时空裂缝，无数金属碎片飞出，在城市上空组成了宇宙堡垒。倒计时开始，一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组装完成，地球上的生命将被彻底毁灭。终于，忍者神龟们放弃对外表的执着，走出下水道，站在了人类的面前。众人这才知道，拯救这座城市的真正英雄，其实是眼前的4只大乌龟。战争堡垒的碎片还在持续不断的从空间裂缝里飞出，众人达成合作，开始分头行动。阿珍和奎恩去破坏传送装置，而忍者神龟们则赶往战争堡垒，对抗这个新来的外星反派。此时，施莱德正沉浸在即将统治地球的喜悦中。然而，狡猾的朗格当即翻脸不认人，把施莱德冰冻，变成了自己的收藏品。很快，忍者神龟赶到了战争堡垒，看着眼前的机器人，他们觉得外星
星人也不过如此。然而接下来他们就意识到轻敌的后果是多么可怕。双方仅交手一个回合，忍者神龟们就被干翻在地。好在他们龟数上占优势，老三趁机钻进控制台，找到了吸引堡垒碎片组合的引力核心。同时，其余三龟通过默契的配合，终于打坏了朗格的机甲。但接下来他们又傻眼了，这个机甲竟然有数不清的配件，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，忍者神龟们又再次被打翻出去。此时，战争堡垒即将组装完毕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逐渐展开，对准了下方的城市。这边阿珍等人找到了传送装置，可牛头猪面却守在周围。见此情形，奎恩主动上前勾引，把这两个家伙引开了。牛头猪面装备精良，而且皮糙肉厚，力大无穷。面对他们，奎恩只有逃跑的份儿。不过好在他利用周围的设施，把两个憨憨引入车厢，随着一颗手雷打进车厢，成功把牛头猪面送回了老家。与此同时，忍者神龟们施展组合技能，成功报销了朗格的机甲。但战争堡垒的组装并没有结束。见此情形，老三放出无人机，抓住引力核心向外飞去。眼看战争堡垒即将闭合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奎恩及时打坏传送装置，让引力核心顺利飞了出去。终于，战争堡垒分解成碎片，连同朗格一起送回了老家。忍者神龟2016年上映的漫改电影片中反派的形象得到了高度还原，剧情特效也相当不错。细细的看一遍，总能勾起不少童年玩小霸王的回忆。